终极财山柜中之王出现了。尊贵、鞋贵，任何的贵，代表它就是一个很尊贵、具有聚财的作用。太神奇了，什么意思？让它的灶不外露，对，侧不外露，超不外露，卧室不外露，一个聚财的保护之外，借由这制造了2个不可多得的财位。老师 ，wonderful！ 委托人的厨房暗藏奇招，竟然有稳固财富作用，也让詹维忠大力称赞。更厉害的就是李阳老师还有奇招，它是一片瓷砖，但是它代表呢财富丰隆的意思，因为它上面都是民以食为天嘛，家里的厨房也代表家里的真正的实禄的财富，所以我们放在这里就是好像稳若泰山，我们有一个财库在这里。神桌竟然也能变成一座财山，到底该如何善加利用呢？而根据制作单位调查，很多观众朋友对于家中钱财无法顺利守住，有着极大的困扰。继先前帮大家整理过6大破财格局之后，今天风水有关系，又将打破你的思维，教你在家中轻松制造出移动财山。干什么啦？干嘛？老师怎么了？老师，你终于剪头发了。老师，我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紧张、躁郁跟激动，你是不是考虑想要换发型师？没有了，没有。哇，我知道了，你是不是最近手头紧，所以剪了头发没有预算染头发？没有，所以还是这样子。怎么了吗？今天怎么了啦？怎么讲话这么结巴又这么紧张啊？今天这个来宾大有来头啊！大有来头。怎么了吗？你不是目中无人吗？是我们命理界前辈中的前辈啊！你的前辈，你们业界不是说你是翘楚吗？没有人在你前面呢。他的地位非常崇高啊！那你要讲实话，你要对观众交代。我告诉你，就你要去讲。今天为了他好，我什么都敢讲。10年来不曾公开的住宅，而且里面藏了很多无法预期的移动财山。他之所以创造这么多的财富，我们一定要超越他，学习他，跟着他。这现在怎么？宇阳老师虽然住在繁华的市中心，具有着能够专心创作以及放松休憩的宁静空间。更厉害的是，他家还有多种的移动财山。究竟移动财山的定义是什么？而我们又该如何把这种绝活完美的复制进我们的家中呢？不好意思，我们要找那个宇阳老师啊，你是他妹妹对，你好，宇阳老师，我就是宇阳老师，佩珍，我们一起录影过，你忘了？你是宇阳老师？我去唱过你的节目，你忘了？你也变太年轻了吧？真的吗？真的。哦，你是宇阳老师？是啊，哇，你剪一个妹妹头，真的会认不出来了耶。对，就是为了希望年轻一点。等一下，我跟你讲，曾老师真的有够坏，他刚在楼下一直讲你坏话。真的吗？他一直说他是你的贵人，然后你是他提拔。对。他是不是来了？没有，不用理他。好像是后面有一只野狗吧？好像是。没有，其实他人还蛮好的啦。他一直讲你坏话。真的哦。哎，你看他都不动如山哎，表示你们这个感情是蛮好的。老师都没有被我们动摇哎，老师真的很挺你哎。对啊。我的命理界的人缘已经够坏，大概有10年的好朋友了吧？真的，真的假的？而且曾老师一直说你提携他很多，是真的吗？我们以前在命理节目，他是一节中的一节。宇阳老师已经是在命理界真的是天后级的人物，不敢。生不人真无数，大家都经过他很多的帮忙，对啊，真的啦。而且他觉得他不会去排斥别人。他不像你该对，又是为什么不跟宇阳老师多多学习？对啊，人德为贵啦，人德为贵。我是以幽默诙谐实力来做一个切入啦。他也有兼具的优点，然后再加上一个自己讲。不过我跟你讲，真的，我们去过你家，现在也到宇阳老师家，可是我觉得他第一招就已经比你强很多了。对，你看这个玄关，是10年前的摆设，10年前就已经布局好了。是10年前的装潢啊，其实已经有一点旧了。可是曾老师很好意嘛，他说想来帮我看看我的风水好不好？哎，我想这个智人千虑必有一失。有时候我们自己在这个行业里面哈，有时候会有盲点，尤其是看别人都很准，看自己呢就会有点盲点。那我想他这么好意要来指导我，我也是非常的感谢。所以今天就，而且你就做对了，拿着佛珠就是也可以辟邪什么的。边听边就是摇一抖，摇一抖。
你看啊，没有，这是我每天的功课啊。他招招都是强招，对，招招都是没有，完全出招于无形之中。你看看，他玄关第一招很大了嘛，对不对？这叫做前明堂开阔第一招，对，代表钱财财路宽阔，而且与家人互动不会冲突。一般人的宅门是骨，路是筋，对，有时候路不顺的话，会扭来扭去，引起这个筋骨酸痛的问题。你这边也要接三太子的活动。没有，我再形容一下，把这个古代的风水谚语再投入这个动作，不是龙边啊，龙边，很多人对龙虎还是有点模糊。对，要面对门，克金的门，左青龙。龙开阔，龙明亮，进不造门，进不造床，进不造椅背，而且鞋柜透气不外溢。对，老师，wonderful，谢谢，真的是 wonderful，而且 beautiful， 而且用镜子楼就更开阔了，对不对？开阔，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这边都是小花，对，虎边，虎边呢就是属木嘛，它就要有一点花花草草的点缀。是这样吗？绝对没有二话。这个是因为我比较爱漂亮的关系。而且你看看这个梁有没有哈，并没有直穿这个门。对，少数老师说这是梁穿心煞，对，这个是错误的。这哪有穿心煞呢？所以它没有穿心煞。其实我觉得房子也不可能都十全十美，因为房子它有现有的格局嘛，那我们只能在我们能力范围之内去给它调整到我们住的最舒服。没错，是啊，是啊。哇，又是一招，你看，哇，还有啊，里面移动的财山，我们要学，这个出现了。一般正常人会这里直接开个通道，对，他是用曲折有情的方式。风水最害怕就是直冲，既直冲喜回旋，有没有？有。这句你从来没讲过呀。你要学一定要很多。可是他讲的比较好，他比较白话，大家都听得懂。对，因为他就一直这样，这样很简单。不要这样的，对，就用这样。他利用这一招有没有哈？一方面曲折有情没有直冲，二知道了一个财位跟财山。所谓财山就是用什么好的玉石啦，或财兽或财神动啦，正在这个财位，这又是一招。3招了，所以你说可以移动的财神就是自己做的，是不是？自己做的，自己摆的，可以，然后可以移动的。对。哦，所以你们可以放这种，这个是九级是？这是九级。它有咬钱呢，向外咬钱呢。对。但它不是嘴巴要放钱吗？可以放一个钱嘛，但我没有放啦。哦。因为我想要它咬珠宝这样。对，千金咬珠宝、咬贵人都有啊。哦，那他没有放钱会怎样？我们帮他补一个下去。但是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，詹老师啊，詹大师，以前在节目常常讲说门不能开斜的，对，因为这个家就邪门。看看这个门，哦，对耶。你大家误会，有时候邪门的是说，如果地不平，产生一个歪斜的话，这叫邪门。这是取一个角度。所以老师，你的意思是说，虽然他这里就是做玄关，然后把这里挡住，没有直冲，即使他这里是斜的进去客厅，也都没关系。而且这不是门，这是通道。如果装了个门，如果有门就不行。对。但是因为是通道，反而这样曲折是好的。对，这就是一个我们说的进门见佛。对呀。但是老师，你刚刚说他这边漂亮，好庄严。可是他这边虽然是放了佛像，可是它是空的耶。对。基本上哈。以进门见佛为第一优先考量。第二个，我们穿过去有没有并没有看到侧或照。其实影响没有那么大。哦，老师，你不是说不能用假花会虚情假意？但是宇阳老师用假花哎。你说啊，怎么办？老师，您自己解释好了。没有，你不是说你今天公正不？家里的花要以新鲜的鲜花为主。对。那个假花就是一点点的点缀。假设你家里的假花多过你的真花，那就不行。哦，老师这样子的话，那这应该是真的喽。对，这是真的，这是真的。那后面这个是假，这是假的，就是要真假相配啦。家里假花的数量不宜多过真花，以免遭人虚情假意。而今天的第一种移动财山，就是运用屏风创造出一个财位。当然，光有财位还不够，上面再摆放招财开运物，就是一个完美的设计啦。老师当然内行的啊，所以我们来学一下客厅有。请留步，请留步。怎样啦？一进来又步步高升。
哎呦，好高招哦，是不是？哎，那不会说要出去的时候就走下坡吗？不会啊，以热门为主啊。出去平平顺顺啊，进来步步高升。哎，所以如果有一点距离的话，其实大家家里就是客厅高一点是好的。当然了，我们是就事论事。那你请，这里请。来到这个客厅呢，有没有觉得它气很足？对，就觉得进来心就想要静下来。没错，因为看到有佛啊，然后又有那么多书，就觉得心里很平静。我们可以到处看看吗？但可以，欢迎。不会吧？你只看到这个？客厅煞气不断浮出，于洋老师难道没发现吗？终极财山柜中之王出现啦！出柜、鞋柜，任何的柜，代表它就是一个很尊贵、具有聚财的作用。太神奇了！什么意思？让它的灶不外露，对，侧不外露，超不外露，卧室不外露，一个聚财的保护之外，就由这制造了2个不可多得的财位。老师 ，wonderful！来到这个客厅呢，有没有觉得它气很足？对，就觉得进来心就想要静下来。没错，因为看到有佛啊，然后又有那么多书，就觉得心里很平静。我们可以到处看看吗？可以，欢迎。不会吧？你只看到这个？怎么办？那怎么讲？没关系啦，就直说啊。接下来张老师要怎么熬啊？他自己一定有方法的，你不用替他担心。我们是主持人，我们就是点出来就好，反正得罪人是他的事情。我妈也是。哎，张老师，请坐，来坐，来坐。哎，我们坐这里吗？对啊，来，请坐。好，你看，好，是不是背无靠？为什么沙发背无靠？我跟你说，我这必须跟你们诚实以对。这个座位加上他的办公室的座位，后有窗，确实是一个犯小人的危险的格局。而他提携晚辈啦，造就学弟学妹，包括部下，不遗余力，最后都屡屡受挫或被骗。所以你骗过老师哦？我是属于唯一没有骗你的。为什么要被看老师？我没有了，还找不到机会下手是？没有。所以于洋老师真的有这样子哦？有啊，人跟人之间就是缘分嘛。有时候可能我前世有欠人家一些，也该借这个机会来还一还。如果我的风水就是十全十美，都没有人有这个机会来让我挫折或让我伤心的话，我不会再进步。人生为什么会成功？因为太多的挫折，你要反省自己，也许自己也有错。那你当你检讨自己有错，你愿意改进，那你这一关就突破了，那你就更强大了。对，哇，袁老师是在修炼呢，就把窗户打破。行啦，打破了终于就进来。那我有点小小的建议了。好，对呀，毕竟这沙发我也是想听听詹老师的建议。今天也算是一个缘分嘛，是啊，跟你讲，因为这背无靠也很不好做不久，你要在后面办公也怪。对，基本上来说，我们以这客厅的门来看出去的话，左青龙，龙开阔，龙明亮，是非常好的建议。对，如果他的办公桌放这里，哎呦，严重了！什么？发什么？你有这个？书真的太厉害了！我觉得台湾现在就是要注重的一些家庭的和乐哈，伦理孝道。那我觉得婆婆就是好像自己的妈妈一样，你把她当你妈妈，她总有一天会感动的。因为现代人没有什么时间看书嘛，对，其实我们上 CD， 你知道吗？是 CD 啊，所以你可以放在车上接送小孩。哦，你是用听的？对啊。注意了，回到原点了哈，来，那个是老师的办公室有没有？那个办公桌有没有哈？对。就稍微调过来放桌子，它后面有书箱嘛？桌子调这边，书山就是移动的财山嘛，代表智慧财嘛。前面是有窗子，远景无限，后有靠。你知道这样不会背门？不会啊，我们正好有这块。刚好这一块真的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一个屏风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它，一个不可多得的隔板。因为它又比屏风更强大，太帅了。其实就是这个沙发怎么处理呢？请跟我来。来，沙发就是摆去书柜前面当有靠山嘛。两位主持人，
只看到1没看到2。今天他虽然是我们的前辈中的前辈，但是我必须语重心长的，我语重心长的必须告诉他，这个防中针，对呀，就像一根针扎在老师的身上一样，扎。所以我必须要来做一个4两破千斤。风水不是要大兴土木，或敲门打墙。如果把这里就木板隔起来，那么就是把这个沙发椅这样放的话，后有靠，农民前有门，看电视自在。哦，如果对啦，我本来是要这里要放一个墙，没有错啦。对，切平的话。你说沙发不是放那边，沙发就可以放那边，刚刚放那边，书桌放那边。等一下，你沙发放这边，电视放那边，你不都这样看？没有，电视可以调整过来。沙发很长嘛，这是第一个考量，好不好？第二个也可以说把它的这个板子隔到这个地方，是一个财位这边形成一个财库了，再把他信仰的神明放这里，又是一个移动的财山，又让原先的神明能够向门，那么迎财神祝好运，真的都是我不好，是来太晚了。书桌后无靠，容易遭到小人算计，最好将书桌移到书柜前面，以增加智慧财。另外，第2种移动财山就是隔板，把它补齐房中针，不但创造财庙，又使得沙发后有靠。而宇阳老师的家中竟然有2个佛堂，到底在供奉时需要注意哪些禁忌呢？我们看到这个宇阳老师家里有供奉很多的神明，对。那其实很多观众朋友家里也会有，然后有一些是有神明跟祖先牌位放在一起。那是不是有些什么禁忌要注意，或是说家里供奉什么样的神跟什么样的神不能放在一起？那这个要问宇阳老师。其实这个是一个偶然不能说我故意要这样。当然，如果观众朋友家里要设佛堂，我当然是建议1个就好了，1个就好了。那这个是因为我大概8年前第一次接触藏传佛教的时候去参加的一场法会。那他的法会是黄财神的招财法会，后来那个仁波切就很慈悲，就把他的黄财神的这个多玛，他们这是用粘土做出来的多玛，就送给我了。那我想说，因为他既然送给我这个好意，我应该要接嘛，我就把财神给接回来。那个时候呢，我没有想，就是没有特别设什么佛堂，那我就简单的做了一个这样布置，他又送了我一个唐卡，就千手千眼观音的唐卡，那我就这样子布置，那所有其他上面看到的一些花什么都是人家送我的，就是跟我结缘的香啊，很多都是人家送我的。然后呢，因为有了财神，那我就想，那有了财神要有护法神，所以我就请了这一对石狮子回来，就家里的护法神。其实龙生九子啊，像貔貅啊、龙龟啊、酸米啊，很多的宝物都是龙的小孩，那其实他们都属于是龙族，那龙族呢都是护法神，对，所以家里只要有佛有这个财神所在的地方呢，就可以多有这些护法神，它可以庇佑家里是家宅比较平安。其实放对位置的话，也是一个移动的财山。那今天有的家庭里面会有这个我们说的佛堂，可能这种坛城有2座或3座，对，一个大原则，一定是后面的比前面的高，对，大。后面的高度比前面的高。第2个，后面的神尊的3尊、5尊，前面只能1尊。尊后卑前，尊高卑低的大原则，先抓住。对。其次就是一个机会，就是无论你放几个佛像，都不能够面对厕所、厨房，或是面对卧室，或是佛相对，那么会形成一个对冲的。所以这2个位置是完全没有冲到的。那么我刚刚有建议到，如果那边做隔板的话，这个移过去也是一个非常好的。老师，但是不是有说过说像这样佛桌、神桌都最好向天吗？向天或向窗或向入口。可是现在向天不太可能啦，对，除非你是透天厝，然后你是放在最上面的。如果是寺庙，一定要向天。老师，那对于就是花跟草这个东西，你一直强调要用真的，可是像他这个，老师刚刚说这个花是人家送我的，他纸做的，纸折的莲花，好漂亮。如果是人家真的有纸做的莲花给你送你的话，这样供奉也是 OK 的。也是 OK 的，因为一些东西是分为原矿、原木、原石，代表它能量有。第2种能量是法王啊、
或大法师是他加持的、签名的，那也是一种能量。因为他吃素，然后念佛，然后折这个莲花送给我的时候，我的佛还没有到。就他送我这个之后，我的佛到了，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是因缘。那我也就是一个随缘呐，我也很惜福，因为人家送我的东西，虽然也许它不是非常的值钱，但我就很感恩那个心意啊。对，心意。所以说只要这个人福分好的话，他折的这些莲花都可以。当然，那我可以开始折纸莲花给你了吗？以他现在的魁，我真的要把它收。对，你要收起来，你要收纸莲花，不能再尬一套你爸爸。老师啊，不是那个。家里佛桌尽可能以一个为原则，但要是一式两桌，神像要记住尊后卑前、尊高卑低，佛不能相对为原则。而讲解完了神明，接下来要告诉你摆放祖先牌位到底该注意哪些禁忌呢？我刚刚讲过，这是一个因缘巧合。那我就是一个很随缘的人。那其实一般人家里最好就是一个佛堂，那一般都会有公妈的牌位，那是一定要的，慎终追远嘛，哈。那就是你的公妈的牌位不能高过佛的位置。那你可以放在他的就是他的左手边，他的左手边面对你的佛的左手边。那你放在那里，那比方说他用的灯也比较小一点，他用的炉也小一点、矮一点，因为它都有吉祥的尺寸嘛，哈。你去那个买，他们都有现成的。那佛的当然就比较高，那灯就比较大盏。那你供花也是一样，佛的花束就是大的，那个公妈的花束就稍微小一点。所以其实可以放在一起，只是佛的大一点，然后你的祖先的部分小一点。祖先的会比较矮，那佛的会比较高。我说祖先的牌位的香炉要有耳朵，是不是？这代表祖先耳提面命吗？没有。对，那个耳朵是很好的，因为通常就是，其实我觉得如果大家经济环境许可，都去买好一点的，因为这是一个美好的缘起，代表你会发大财。而且早时期的香炉，祖先香炉就是习做的，习取习福的意思，习缘的意思。然后真正的祖先的那个炉是方的，代表子孙后代方方正正。那佛祖的炉是圆的，代表圆满的意思。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说的移动的财产不可或缺的基本。所以我们刚刚讲左右嘛，那前后呢，就是有没有祖先牌位要比较前一点，还是说通常大的要在后面嘛？对。所以祖先牌位当然不能够整个紧贴的，要再往前一点点，代表我们的位分是比较卑微的，比较低一点的。祖先牌位的后面跟神龛要保持1到2指的宽度，代表祖孙后代有后路的意思。那有什么，比如说有什么佛不能放在一起的吗？坐佛、卧佛、立佛，基本上是要各自要。对啦，当然你不能说你中间摆的佛是立的，旁边是坐的，旁边是躺着的卧佛，那这样就感觉就是不是很恭敬。那其实你用科学的角度来看，它的那个看起来就不齐、不平均，就没有那么庄严。所以如果是站立的，你就让它都是站立的；如果是坐的，你就3个都是坐的。祖先牌位不宜紧贴神龛，避免造成后代子孙没有退路。当然，牌位的高度以及供奉的灯、花、炉也不能比神像高，否则会对神明不敬。另外还要记得，供奉祖先的灯、花、炉也不能比供奉神明的大哦。之外，还有更让人撼动内心的一个无法抗拒的一个大财神。客厅里的独特设计，竟然财源滚滚来。宇阳厨房内出奇招，帮你稳固财富。厉害的就是宇阳老师还有奇招。它是一片瓷砖，但是它代表呢财富丰隆的意思，因为它上面都是民以食为天嘛，家里的厨房也代表家里的真正的实路的财富，所以我们放在这里就是好像稳若泰山，我们有一个财库在这里。老师，等一下，我插题一下，你刚刚讲过房仲针，如果他宇阳老师有放了这个是
对，真的，这个就是来破解、来化解。就是如果比如说我们每个人信仰不一样的话，如果说我可以放十字架，或是可以放可以放信仰，对，可以放十字架。你任何信仰，因为世界有太多不同的文化，所以我们需要很多不同的宗教。那你适合什么宗教，就看你跟哪个宗教有缘。所以其实房中针的预防方法，你可以贴镜子之外，你可以放跟自己有缘的。对，有人是古代画一条龙，刻一条龙，有的放个宝剑，他是以他的信仰。它是这个是10项自在，是代表寿命自在、受用自在。受用就是资产的意思。那各方面人缘自在、事业自在、健康自在，什么都自在，它叫10项自在。那这个是法王送给我的。对我最向往就是自由自在啊，还是在里放一个好自在。房中针容易造成家人意外，血光不断，看似恐怖，但其实只要知道化解的方式，就不用担心啦。我们可以在上面挂镜子、宝剑，10项自在，以消灭煞气。今天要跟大家说明的就是一个非常不可多得、难得一见的书柜财山，而且可以移动。智慧财的财山就是书柜，这个大家家里常常都会定做啊。简单吗？是书柜啊。可是它具有一个可以移动的功能。什么意思？移动，我听过移动城堡霍尔的嘛。对啊。怎么移动？对啊，书然后搬出来就移动啊。我们知道书柜、鞋柜，任何的柜里面藏个柜，代表它就是一个很尊贵、具有聚财的作用。这个书柜既然能够移动。啊！哇！太神奇了！什么意思？魔术就是这样子变成。没有！这根本就是探险的那个旅程的感觉啊！别有洞天呐！别有洞天呐！真是前所未见，客厅的书柜还可以移动，究竟是哪来的灵感，让老师打造出这样的移动财山呢？而这样做又会和财运碰撞出什么火花呢？餐厅啊！哦，这里面是餐厅、对，厨房，所以都在这一边。对，哇，完全藏起来了耶！让它的灶不外露，对，侧不外露，超不外露，卧室不外露，而且这边是虎边，不怕臭不怕脏，是一个聚财的宝库之外，借由这个书柜制造了2个不可多得的财位，真的，而且可进可动，可前可后，可明可暗。前面接待宾客，后面可以自在的生活。没错，这是老师没有人能够抗拒的魅力。太厉害了！老师，你在10年前就是这样装潢10年前，这10年来没有动过这个装潢。老师，那你当初怎么会有这个想法？就是人都会想要有一些内外的一个区隔，对，一个区隔嘛。有时候，比方说1、2个好朋友要来谈一点事情啊，就在外面那个空间，那大家就没有看到里面这个空间。那像我们里面如果很乱，人家也不会看到。对，有时候客人来，的确，如果家里还有其他人，总是觉得好像会打扰什么的。对，像客人自在，家人也自在。而且它本来是一个 L 型的建物，就由这个切割起来这样子，变成2个方正的格局。哦，太聪明了，真的耶！但是这书柜是怎么样移动的啊？它地上有轨道。哦，所以这个轨道在家里是 OK， 不会影响风水。我们知道柜子为山，桌子为水，通道为路。如果这个山可以移动的话，制造很好的格局是不可多得的。所以它只是一个制造格局的。它是一个平面的轨道，并不是一个突出的。如果你家里有个突出的，那就不好。对。哦，那老人小孩很容易踢到。对。那它是一个完全平面的。那有的家里面可能没有这种轨道，也可以预留在柜子下面装轮子。哦，装轮子也是一样可以做。也可以移动，也是移动的。做一个家里都可以，对，新家装潢可以这样子，好棒哦！这样有一个空间的那个，有时候如果跟婆婆住在一起，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。它也避免了这个灶无门的窘境。而且因为它这个是开放式厨房，开放式的厨房，所以你这样就可以做开放式厨房嘞，就不会有影响。对啊，虽然说它做开放式厨房那边有门，可是它这边还是后五靠啊。对，还是一样后5靠。基本上很少用这里，都在泡茶。后无靠跟后有门，后有门是犯小人，后无靠是没有依靠，至少小人入侵的机会比较小。所以10年来我是第一个小人进来的。对，其实10年了没有人来过杨老师的家，我们今天就是托曾老师的福，曾老师真的拜托老师才让我们来看这么神奇的风水。更厉害的就是宇阳老师还有一个奇招，你看。
请他来讲解一下。哎，这个就是一个瓷砖吗？它是一片瓷砖，但是它代表呢财富丰隆的意思，因为它上面都是蔬菜水果，人都民以食为天嘛。对。那其实一个家里的厨房跟餐厅其实也代表家里的真正的实入的财富。那所以在这个地方放一个这一片瓷砖的话，因为它很好清理，很好打扫，而且呢它也不会被偷走。所以我们放在这里，就是好像稳若泰山，我们有一个财库在这里。对，而且我还发现这边本来有一个洞，你用画把它封住了，是不是？那个洞其实就是我常常在那边打坐，然后我的阿姨可以从这里送咖啡、送茶过去给我喝，太巧妙了，是这个意思。所以这个是送菜口啦，对，它可以拿掉，它就是一个洞嘛，就塞到最后就送出去，就不用透过这个门啊。可是，一般人哈，我们都是属于非一般人。一般人会做一个门，方便，那变得形成了回风煞。对。那更可怕的就是你看看，10年前哦，10年前他就已经知道把冰箱有没有哈藏在里面。哇，而且蛋糕好可爱哦。那蛋糕可以请你们吃，还有什么好意思？没关系。10年前就知道了，你看。10年前那个草莓看起来也很美味耶。不是，那草莓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那可以吃。哎，所以老师已经把这个都藏好好了。藏好好的。对，因为我很喜欢实木的家具，就是我这种木头很喜欢原木，就是大家装潢用原木，可是冰箱看起来就冰冷。那因为冰箱就是看起来就是好像外露，你是这样也是财库外露的意思啊。冰库、冰柜就是财的意思。对。而且老师你看，灶火。分开，水火不冲，分开。哇塞，来到这边想打他枪都没办法。所以它的冰箱这样是非常加分。我的微波炉你们都看不到啊，我的微波炉，我的微波炉，我的电锅，我的烤箱，小烤箱在这。不是那个烤箱，我还有一个小烤箱啊，这是什么？连椅子都有花，你看，多么浪漫的一个老师。德国的椅子已经找不到词跟关系。不是，我们要找厨房里面的什么宝库啊，微波炉。对啊，专业的。对啦，应该是这个。哦，对啦。所以这是老师的电器柜，连电器柜都做成实木的。对。哎，我跟你一样的微波炉哎。啊，一样颜色的。一个按钮就好了。滴。对啊。而且老师这边还有放那个这个耶聚宝盆。那个一定要的，那个一定要，因为金饭碗家里要吃饭嘛，要金饭碗嘛。你才会就放这个啊！你今天不是在找那个？对啊，老师你要看一下那边那个什么？是就在那边。谁来了？没有吧？没有，是不是？哦，好啊，好啊，可能我们看错了，工作人员。这个样子电锅。你忘了 Q 摄影师，也要看那边，重点。隐秘的厨房以及家电都有库中库、双财库的效果，如此一来，更能制造出家中的隐藏财库。而不论是金饭碗，还是水槽前的蔬果图腾，都替实路大大的加分。但是，一切看似美好，却隐藏着极大的漏洞。这就是财库吗？所以这个书柜是不是隔起来了？那不就形成一个财位？吃不完的米，赚不完的钱。太厉害！然后它的冰箱也是财库，也是藏钱。真的宇宙信堂讲一件事，怎样？又要来了。镜子不能照。对啊。这什么意思？打麻将偷看他牌是不是？不是啦，这样可以看得到吗？一定看得到。其实很少没有在这里打麻将，最主要是这样子。我希望餐厅上的食物可以2倍变多。比方说，能变多。比方说有，太错了，小心。没关系。比方说这里有食物嘛，然后你这样看，哎，不就是那边也有，那边也有嘛，源源不绝，生生不息。我是取这个用意。那老师你怎么说？因为说看啊，对啊，你一直都教大家这样以备两全相害取其轻嘛。两害相权取其轻嘛哈，他是取人气、人脉的活络。那我胆比较小，我是找靠山。我是怕小人型的。因为你平常得罪太多人，袁老师没这困扰。不过其实没差啊，因为袁老师刚才讲他有在修嘛，所以他自己在家里也有禅修房在修。对。那个禅修房不得了的大财。但是现在不太好看哎。为什么？因为太放了不该放的东西。什么？那当然要看啊！对啊，一定要看的。那一定要看的。放什么东西？一定要看的。我就说不要看，你又叫人家进去。
小珍、佩珍还真爱看戏，究竟他们会在禅修房里面发现什么样适当的摆设呢？简真，这样可以吗？哪里闪动？右边。右边。好了，现在开始踩背。踩背。踩背。为什么要按摩？为什么要按摩嘞？因为。阮关系你的身体健康，但是这个神经痛，就要看风水有关系。太妙了吧！不是你的那个禅修室怎么变成马萨吉的房间？本来是一个禅修房嘛，然后在这里打坐嘛。后来我在阳明山有盖了一个禅修房。那这个地方就用的比较少。那用的比较少，那我就订了一张这个床，这个床也是我订的。对，因为我们常常要做脸啊，而且专业，看它那个放大镜哦，挑粉刺，你这个有在营业吧？没有啦，这我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做啦。那美容师来这边，配备是美容师帮我买的，因为这样他就不用扛。对，所以你就找人来家里帮你做，你自己就没有出去，要不然你这里东西很多哎，到处都可以做啊。可是有时候因为在家里，就是比方说烤箱烤完3温暖以后就做脸，这样是最舒服。对啊，或者做完的时候去烤箱烤一烤，这样是最舒服。那这个小金人是什么？有什么事吗？为什么你也在家里有这个？因为我是中医博士啊。哦，哎呦。那因为我的美容师有些人他们不懂中医的穴道啊，那他们给我按摩就乱按啊，就只是按舒服啊。那所以我就会跟他们解释经络，你要怎么按，那你要刮痧，你要滑罐要怎么滑，那我就叫他滑罐，对，我就滑给他看这样子，然后他们会了就来帮我服务，那所以我就教了几个美容师，所以这几个美容师就都会来帮我服务。所以你等于还有在授课，就没有收钱，但是你在帮他们，没有收钱，他们之后再来帮你按这样。因为最主要我是想自己可以。我本来都一直很推崇你的，真的。你今天做这个我就有点不太高兴。是，因为你都没来按过。对啊。不是，对，这里没有营业。我的意思是说，这明明就是一个很好的佛堂。怎么说？它佛像放这里也好，放这里也好，是一个入定禅坐修行的好地方。哎，真的，我本来你看我这样子的设计，你看我这样的设计呀，是不是就是要放佛像？对啊，对啊。然后这里有一个，你看刚好有香炉，有没有？你看啊，是不是就是真的就是你说的没错啊？我本来就是这个才修啊。这里是一个湖边的大财库，是钱只进不出，信仰财，格局财。跟我们说的修行的钱财，所以我来在这里做身体不对，所以我就把佛像全部拿走了。你就到前阳台好好的按你的摩就好了嘛。真的吗？这边就是佛堂啦。哎，那这边是窗户吗？还是什么？是这里怎么好像后面还有？没有啦，我的乐器室。乐器啦。哇塞，老师你太有才了！对，乐器啦，还有一些，所以你不是中医博士，然后还很会乐器，而且老师你还真的有这些衣服哎。对呀，藏族的衣服啊，好酷哦！去西藏买的。然后这个是拉筋椅啊，会拉高就对了。拉筋啊，就是我们每天都要常常的拉筋，然后做瑜伽按摩。难怪你保持青春的秘诀，对对不对？都被你们发现了。真的，我还故意隔起来，你们还跑进去，因为就觉得里面有诡异，就是连人变成一个小财库了。对呀。虽然已经把神佛移走，不过却将财库浪费，最好还是摆上开运物，才能够聚财哦。隐隐约约有没有感觉出来很粉红哦？有哎，有，看一下，好缤纷。主卧房红光闪烁，开运财库就在前方。隐隐约约有没有感觉出来很粉红哦？有哎，有，看一下，好缤纷。我不知道 Hello Kitty 下午茶在这边开了一间呢。哇塞，哇，超粉红的，这应该是样品屋吧？而且我们样品屋啊，住了10年，而且在这边有住，而且昨天女儿来会疯掉。这根本就是小城堡啊！对啊，太漂亮了，大家赶快来看。而且你看，连地板都粉红色的，有人在这里住哎！哇塞，你看，哇，好漂亮啊！哇塞！
我喜欢这样子啊，真的好浪漫哦，浪漫，都第7季了，这样的格局会形成什么？我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又没有在怕人家看啊，我没有色情，我就觉得这样很有夫妻的之间的情趣啊，是不是？老师这样是不是很有情趣？其实它风水还是不太好啦。哦，你看你。你会干嘛？你因为他都告诉人家这样风水不好啊。是啊，确实啊，确实。我本来要放一个帘子，后来就很忙啊，就一直耽误到你们来了。好啦，你讲建议我会做啦。对，我觉得这个基本上贴一个雾面贴纸，那我们洗澡啦、如厕啦，哈，都不要外露，这是大的原则。哎，老师有一种啊，像我们去香港有一家那个酒店，它真的很厉害哦。它一开始进去是这样，对不对？但你要洗澡的时候按一个钮，立刻这边变雾。对，那种可以吗？可以啊，那属于也是属于一种动态式的一种。所以也可以保留，如果真的要跟老公有这些情趣的时候，也可以，对不对？可以。就像我甚至看过一个客人家，他们家电视放到床，他一按钮，电视会下来会上去的。哦，现在就可以收起来。有时候钱的东西啊，真是会作怪。哎，有钱就是这样。我跟你讲，像这种外露式的是，你的那个浴室一定要很干净，然后你瓷砖贴得很漂亮，你才有理由让它露在外面看到。一般正常的人，我们都属于不正常的人。一般正常人会在这里开门。但是我们都不属于，是你而已。我们有学过命理的人啦，跟想法跟别人不太一样。门开在这里，门开这个地方就没有所谓的侧冲床、床贴侧门，算是一个高招啦。高招，真的。一般人我们会开这个地方。可能大部分人就从那进去厕所了。我要上厕所就这样直接就进去了，不会想太多。那我们想的比较思维比较，因为你懂风水啊，你知道要拐个弯门就不会对到床，而且这浴室真的好大哦，超大，还有烤箱里面，还有烤箱，你也知道俱全。住大于梁，奴妻煮小饭上。老师又用了这面可爱的镜子，来避免了小妻大奴妻主。哎，对，这原本是一个柱子。对，那么这样子会帮助小孩子啦或晚辈比较听话。而且镜没有照出入口，没有照床。老师，wonderful！ 这间是什么？这里没有打开，很乱。大财库。哪有乱啊？财库我们要学啊。哇，更衣室哪有乱啊？这很干净，好不好？乱中更可怕的是，我当时直接断，一定有保险箱，竟然找不到。他也说有，但找不到。有保险箱。有保险箱。对。在哪里？都藏起来了。老师很会藏哎。这个到目前可能结束前也不会告诉大家。但是这个猫字形老师讲过，就是财库，只要是你的房间有一个猫字形的更衣室，都可以当做是一个财库。对，保险箱就藏在里面就对了。老师是厉害到藏到我们看不出来，也是一个移动的财山。也是移动的财山。老师会不会藏到你自己有时候都忘记了？不会，它是固定的啊。我怕你忘记啦，你还是先跟我们讲在哪里，我们下次可以提醒你。然后你可以违反机密嘛？对啊，等一下再告诉你们。两个一直在强问，所以你们都找不到出来耶。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小财庙，对不对？也是一个小财庙。哎，老师有做到藏不到、找不到会更好吗？你们找到之后，可能这个门会自动关起来，警察就来了。透明的浴室容易招来烂桃花，最好贴上雾面贴纸，去形除煞。而主卧房大于梁，宇阳老师也巧妙地运用镜子，把它化有为无。另外，大家可以在衣帽间摆放贵重物品哦。门向前看，还是要跟大家简单讲一下：左青龙，右白虎。这是门内外的龙虎。是以这个床来看的话。这样子躺下去，左青龙右白虎，对，老师又出招了，怎么说？龙明亮，哦，龙被嘎公，现在写都是静音的，还有电视被吵，龙吵龙动龙明亮，代表这样的一个对床的龙面是加分的。老师，你真的很有生活品味耶！真的吗？很懂得享受哎，就是回家自己在房间里面这样按摩椅看电视，而且老师电视还摆旁边不对床。对啊，不会影响到睡眠。我没有什么应酬啊，然后没有什么活动啊。而且以床跟门来看的话，不怕臭，不怕脏。它在湖边竟然放卫浴跟厕所，厕所在湖边。
高啊，高招，而且梁柱这么多的大楼有没有哈？它闪梁柱于无形之间，避掉啦。完全你没有感觉到。属钞票的格局吗？这个是原本是阳台外推吗？这个外面有一点阳台外推，因为我看到它这个是圆弧形的嘛，可是因为你把它做成这样，你完全就不会感觉是外推的，对，不会觉得它是另外一个空间。对，哇，真的很棒哎，老师。有人叫你做吗？怎样？腰酸背痛？我刚踩的不够用力。你可以做啊，这台还蛮舒服。真的很舒服，而且这边这灯这些小东西都看起来很有品味啊。老师家基本上四处都是可以是财位，对，这也是。对啊，然后这边你看床头，然后那边有柜子，都是财位啊。因为这边有个柱子嘛，对不对？那边那个柜子就做一个像假柱子来跟它呼应。哇塞！啊，所以你就不会觉得这个是柱子，以为这个也是柜子。对。哦，你怎么那么厉害啦？所以今天它的移动财山有包括我们说的柜子、书柜跟这个珠宝柜，都是移动的财山。还有信仰财，它的财神可以移到我们的佛堂，也可以做一个提升，所以这是移动的财山，到处都可以见到。厉害。袁老师事业成功，然后又钱财方面又旺，对，是我们是开运大师中的大师。真的，而且我真的觉得今天我学到老师最大一点就是说，不要害怕那些我们本来很害怕的梁柱，对，他反而是做了一个假的来跟他相呼应，没有在怕他，对，然后让原本的梁柱就是变成好像很自然的一个摆饰，没错。我觉得这一点很厉害。厨房要放，厕所要放在这个湖边，怕臭，而且它那个柜子真的太神奇了，对，因为整个又是世外桃源，里面又整个隔起来，它里面就可以做开放式厨房，就不怕人家看到。厉害厉害。然后冰箱那一招，对不对？冰箱门是冷的，外面带个木头。我也很想去看看他的房子。好哎，真的好不好？这一集就由袁老师来看好了。不好意思，等级不够了，我真的不让他谈。其实我跟你讲，袁老师他真的很厉害，因为他在东区好几家，没有，1年还完。而且我跟你讲，他贷款1年就还完，真的都上亿了，越买越多，纯属虚构。观众朋友，你们能听一点我没讲哈，我要现在这个房屋的那个贷款好重好重，真的，听不到。